大家好，这边小 Z 啊，今天我现在就是有炫卡都是 W 啊出品的这个零式暴君这个玩意儿从刚出图那会儿啊，我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期待啊。然后前段时间正好开定了，我就买了，入股价是1200不到点1100几十还是反正大概这个价格都韩版了。但是我看当时好像人家透的这个定价好像是800来块钱，好像是，但是它多少韩元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是800块还是900块的样子。然后拿到手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箱子怎么这么大呢？它比之前的这个我刚介绍这个玄铁战神啊还要再大个2倍啊，对吧？这包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靠，这个拿到手有很大的那种满足感。计划说到这边啊，直接来看内部打开之后呢，这个零式暴君啊，就这个图这么大，懒得玩了。这期视频就到这边吧，直接入柜了。开玩笑啊，那个打开之后主体啊，就真的是蛮大一个，然后还有它的这些炫卡的轮啊，这个东西啊，还有一张这个炫卡的卡片。能看到这次整体啊，它用到了这个白色、银色、红色、黑色为主色调来形成的这个涂装。那整体的这个白色呢，几乎都是塑料原色，但在灯光的不同变化下面呢，会有一点白色和红色的这个珠光漆啊，都点缀啊，还是挺好看的。那黑色的这个部分零件，这边还有这些，它用到了一个电镀黑和涂装的一个黑色来作为一个区分。你像它这个面罩啊，就是一个电镀黑的这个发色，然后还有金属红色绿色等等的颜色多点缀然后它的整个的锐度啊，还有发色都比较好虽然它是一个就是软胶的这个 PVC 偏硬的软胶这种样子的。等拿出来的时候呢，它车头就翻上去这样的话就是它常态的这种仪式。那这次这个零式暴君身上会点一些就中国古时的那种盔甲的感觉，特别是下半身这个有点那种对吧，将军铠甲的感觉。那它的2条这个背后的这个炫卡这2个这么大两坨玩意它是可以装在它的背后的。那通过背后这2处的这卡扣是这个平面这块朝前的这个有凸起的这个龙身体是朝后人这样去扣合。还有一个上下2个卡扣对应的它的这个凸起和凹。那装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后面这个背包它其实是一节车厢然后和这个手臂这边它是通过好几个梯形扣去连接的。那有时候它开合的时候就可能是它运输的时候震震。它有时候呢，就是你在按这2块东西的时候呢，它这个手它会这样脱开就像这样子会脱开。那这个不是产品问题，就是你扣紧它是不会这个样。但是就是你们刚刚拿出盒子的时候呢，你对它的这个加固点要稍微就是用点力。你包括它后面这个翅膀也是的，就前后这2片它是通过一个模糊扣就把它扣紧。就是你这些东西全都按牢按紧它这样它就不会掉了你包括我刚刚其实又稍微有点力，这个手就脱来了。它每一个的零件、每一个的部件、每一个四肢都特别重，就反正是因为它全都是靠这个梯形扣去连接的嘛，所以它总归会有点松的。正确的把它扣紧的这个情况下，它不会掉的反正我刚刚玩的时候碰到过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扣好之后呢，可以通过后面这个面板就把它前后这样加紧一下，它会听到咔嚓一下，它全部扣好。我跟你说，这次这个零式暴君的这个齿轮的强度比之前的那个玄铁战神好太多了，每个强度都能通过它这些运动完全把持住所以大家对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力度放个心比之前的那个玄铁战神好太多了，不管是腿还是手都好太多了。然后车头这边是可以打开来的。那它里面呢是有一个红色的这个面板，扣住下面可以把它这样子扣下来。里面会露出一个插桩对准这个龙头这个部分，这样的话它的炫卡就完全安装完了。那整体装完它的高度可以达到60厘米的程度算上头顶这2边的话那它到底有多大呢？是我最心爱的这个飞天虎比例尺，可以看一下几乎是把2倍以上的大小。那可动这块回复360的这个旋转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可以做一定的低头抬头侧头的话，这当然跟你不是
那身上这个炮变形人呢，第三轮转就听到非常清脆的齿轮声，也有一定的上下排，上下排也是齿轮的。那肩甲这个部分的话，有向上的结构，只是它变形有关。那手臂这边也是，它有单独的关节，可以达到平台的90度。360的话会有点干涉跟翅膀有点干涉，但是没尽量的这样手肘弯曲能达到90度。你看它这个手特别大，像行走王一样的一个圆圆的手。然后它上面的炮台也是变形中炮台，它也可以转动，同样有上弹的关节。那手腕这边的话，360没有任何问题。手呢是一个无指可动手但是它没有拇指的这个中间的关节最后根部这边是有的，可以全部把它拿出来。然后转腰呢，基本上被后面背包锁死然后两边的裙甲它是可以向侧边展开的可以露出内部的这个关节，有让位。踢的话，它会被前面这个零件挡住所以它这个前踢并没有达到很好的角度这可能就是重点。那也是等一会儿那个小人形的时候再来看。膝盖这边呢是有一段反曲，可以向前，可以向后，然后也是会被后面的这个背包有点遮挡反正大概是到90度不到点的样子。这个大型的基本上都是战时用的我其实也不太在意它的这个柔性。然后它有个侧转可以调节那脚部接地的话也是有的，你向内向外也是齿轮的特别稳。那反正整体的关节长度肯定是比悬疑战士好很多了，也没有太大的这个虚位这次调的还挺不错的，比较少，虚位就这么点点。那齿轮还是比较密的，虚位整体还是比之前基本上要少很多的。你看得出来关节确实是有在改良。那旋卡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可以这样去结合的。然后它前面插图的这个龙扣呢，它也是可以收纳的。反正就插龙佛这里不需要我来教是吧？这个明眼人一看就懂了。然后全部给它合上去之后呢，你看到正反两面它都是比较饱满的结构，没有螺丝孔然后肩膀这边可以调节，是因为它的这个管子的也会直。然后四肢前面还可以旋转，后面就简单了，就直接就是这样一个结构，还有白铁没有做一些打工这个大堆对，反正在这个样子，最近佛都我没入过呢，还能上去，也张嘴是然后它的这个下面这边这些圆圈的部分都是有关节的，可以做上下的调整，而且都是齿轮关节，它是螺旋，然后龙的这个脚这部分的话，它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点度，然后整体身上的话会有水纹，但不明显。那咱波胶我也是有看到的，有几处的，都是比较小的，但都不明显。但是它这条龙呢，把这个龙头朝下，把这些全部收好，然后从中间这边得掰开，然后地扯，这样就成为它的这个炫卡模式，然后可以在前侧这边通过这两个可扣，还有一方面炫的。这样就是炫卡这个现在炫卡都已经长成这个样子，非常魔幻这个炫卡非常魔幻。然后主体这边的变形的话它要先把它四肢拆下来嘛，这个东西跟我之前介绍的新概念变形机器人蛮像的也是中间是卡车头，后面是卡车的卡翅膀。好知道它整个下面的这个翅膀就拿下来了，这边它有一个滑槽，可以把它手拿下来，包括这边也是找个滑槽拿下来，这样的话它的背包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本来是这个样子，它本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可以这样摊开来，对这个样子，然后把它这个翅膀给它这样收回去，那这些车厢呢，后面底盘这个部分的话，还给它旋转盖上来，然后从上面拿下来这个面具放在这个窗子外面也是一样这是吧？盖上非常完美。腿部这边结果很简单的，把两片的盖板
那个打开来，后面腿呢是这个部分，揪了这边，然后把它和下面这个部分练给它分离，哎，这样子就好了。那么这个脚呢，啊，你给它捋平，就后面脚趾啊，对不对？给它捋平。翻到背后啊，可以看到非常勇者王的背手这个啊，然后给它从中间打开，你看不能都只有这么以后来去固定的啊，外方知道前面就这种一样的去固定这一块。然后这个手呢，给它调整它方位啊，然后呢，把它下面的这一个扶手连在前顶甲给抬起来，连在4.8。放下来，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设计的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从中间这样掰开来，掰到两边，然后旋转一下，你看这个肩膀甲一下子让它这个整体变得饱满了起来，特别帅气。然后膝盖的这个甲呢，仍然是朝下的，给它掰上去，要掰上去，哎，调整一下这个膝盖的这个盘曲。整体变形完了之后呢，啊。在灯光底下还特别好看的，泛红这个白色外杆，带上一些黑色、红色的点缀，可以看到在大腿处啊，还是有点这种浮雕的这个细节色画。背面的话怎么样？然后背后拆开来的这个看着就像很像武器的这个武器呢，它确实也是一把武器，这个剑柄都不太合适。然后它选上你通过手上的卡包啊拿在手上，然后这个剑呢也可以拆分成两半啊，通过梯形扣互动在对面啊，可以做出一根这个翅膀的造型。可以看到它头部造型啊，有点这个恶魔的角的元素在啊，然后这个远梳子哇，真帅，对吧？也就是韩版镭射魔头号啊，我操，哇，太他妈帅了，真是。然后这个绒呢，啊，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变形收起它这个前面这个部分，把它收成这个样子，哎，然后把它再这样掰上来，再从这个蘑菇头给它翻进去，安插在后面的背部，放完就是这个样子。长尾巴的鱼翅暴君啊，然后这个模式下呢，因为它这个对吧，下半身这边它可以做了，我整体前期后期也是爬到了几号。啊，人体可动会跑上，如果你用上这个小腿的变形关节的话，还是可以这个大腿贴小腿的，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封面的反击动作。哇，然后拆下来两个脚呢，它也是有玩法的啊，它把后面的这块东西啊，给它摊出来，然后可以看到它打平之后的两块盖板呢，中间有个凹，然后给它，就说它的这个脚给它打平。打这个样子，就是块活板啊，活板，然后在正前方的膝盖啊，也跟你讲膝盖吧，就正前方中间这一块，还有个轮嘴，你给它拆下来，我听到咔咔一下的声音啊，就这样变形完成了。脚的底部呢啊，也是有这个卡扣的，然后给它翻出来啊。如果你抠不出来的话，也可以通过根据生命水，然后前后结合。有到一块对滑，那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也是有一个电双的，因为做现在要稍微调整啊，然后装上去大概这个样子，然后它这个滚动的时候不是很稳，这边你看看到没有点晃的，然后整体的这个就是减速啊也不是很好，然后如果它其实就靠上面的这一块两边啊卡住，它你看如果我把这个往稍微它稍微动一点，它其实就松掉了啊。反正它这个模式，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啊，因为确实是有点瑕疵有点多。就反正是这么一个感觉。腿部变车厢很简单啊，先把这个往上翻啊，再把它的脚啊，现在180，后脚跟这边啊是有个弹簧的按钮的，按住两边啊都有，给它往上的提，然后把车厢两边的盖板呢翻下去。这时候呢，把脚掌给它按下来。那车厢两边它其实都有卡扣的啊，这边和这边都有。那给它按上去就行了。按紧之后呢，后面车轮给它翻上去啊，和刚刚变滑板的时候差不太多。然后只是换一个装位嘛，把它卡进，然后再把膝盖的这个造型零件给它翻下来，这样它车厢啊就变形好了。另外一边也是同理啊，然后把它们车厢连接。哎呦，我操！哎，好嘞。然后这个背包它不是收成这个样子嘛？啊，它在打开的时候还可以啊联动展开，
收的话就不行了啊。然后后面这4个孔的也对应它这个主体的4个后面4个孔，就变成一个飞行背包，放上去大概就这样一个效果，看上去像个斗篷一样。反正就大概这个样子。然后它拆下来2个手臂呢，也可以通过简单的这个变形啊，就可以装在它身上。这个我就一笔带过了。但是这个形态其实就大合体做准备的这个形态了，没什么好太多讲的啊。那手臂变形呢也很简单啊，把这个拇指呢跟这个样子啊，往里面这样子一推，然后呢旋转二头肌，把它打直，往上面这样，哎，一推，这样就严丝合缝的进去了。然后呢，把上面的这个炮管旋转90度，给它盖上，再把它的这个肩关节这个部分往上面打，翻上去，这样它的这个挂钩就出现了啊，很巧妙的一个小设计。那另外一边呢，也同理啊，没什么好说的，车头车尾给它互连，这样它的车厢就变形完成了，非常简单粗暴啊。然后最后呢，就这个运输道军变成车头啊，这东西变形了啊，需要把后面的盖板给它抠开来，很神奇吧？那它后面有盖板，然后把它的头给它收进去。后来腰部这边啊转180，然后腿这个部分给它转180，然后把它的这个脚给收拾，后面这边给它翻上去，然后安用梯形扣把它中间那个东西给它钉牢，上面是梯形扣钉牢，然后呢腿部钉紧，停甲两侧这块盖板翻好，翻出来，然后它这边连接板是可以向上折叠的，这样顶下折叠，这样子这个后面盖板就盖牢了，把它的这个小腿变形的有一给它再上面来，然后车头这个部分呢，和刚刚一样的去还原，然后这边是这样旋转一下，哇，再还原定圆，它车头是，然后呢把它翻转180，或者前面去把它再打直，再把它翻过来。它这次蛮好的，它都有抠手的，然后这边可以旋转，给它盖住。然后它每一个车头后面都会有这种样子的这个连接板，这个钢丝反正变形完了之后再翻也不要紧。这个我们可以车厢首尾相容了。我操，这个车总算是变好了。哇靠，兄弟们，太他妈长了，太长了！你看我手臂它有我2个手臂这么长，无敌了，好吧，我真的是无敌了这个东西。然后它这个车厢的色调呢，也可以看一下后面3节几乎是统一的花纹都很类似，完全不像是很奇怪的这种部件变成的它这个上面车头这个部分的话窗子这边相对来说做的比较保守这个花纹，然后也是有点这种像龙腾的这个刻画挺漂亮的。看到背面还有下面，这其实底盘收纳的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我一直感觉它这个载具就有个小眼睛还蛮可爱的，是吧？不管是它能不能车头能不能变形我看它小的这个就是小朋友的一些角色，就是可以什么警车还有跑车变这个单体的感觉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你看这个它又有个头能变之前，因为这个后面这个车厢变这个手脚还是蛮牛逼的。它其实这个符合就是仔细玩下来，符合新干线的那个变形逻辑有点不一样，它还是那个就是勇者的那种逻辑来去这个变形飞机，加增高加这个水翼这个叫什么？和那个今天变机玩起来还是有点差别。反正这些上面的这些这个小玩意做的还蛮好玩的。其他倒是感觉玩完之后呢，有点满头大汗，因为实在太大了，而且很重。它变形前这个临时抱就完全指那个时候争议的那个曲变也就是太重了，不太好，不太方便。就包括我之前就是原型的时候提出过那个问题了，就是卡扣，如果你拿不好的话，会容易松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你不能说它这个一点不牢是吧？但是晃两下肯定会掉的就跟那个 SRX 差不太多就晃两下它会掉的。就反正兄弟们拿到手玩的时候小心别摔坏了
就大概这样子一款玩具吧。那反正也没什么好太说的，我这个毕竟动画片我没看过嘛，对吧？就也仅仅知道它是 BOSS 而已。没什么好太多延伸去讲的。这样的话，这期视频简单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希望炫卡斗士还能出更多更好玩更加帅气的模具了。感觉这东西已经封顶了，有点太牛逼了，这个有点太封顶。它之后还能不能出同等级别的这个玩意还不好知。然后反正我看它3G 一点点都在进化的，不是之后还有更牛逼的，是吧？更牛逼，我也觉得实话说家里有点放不下，这玩意箱子，哇操，太他妈大了，我拿到手都惊呆了。我靠，为什么这东西没有我的小电视机一样大？神经病！我看网上还有人那个先到货的跟那个空调外机做对比，哇操！这个真的是实话实说，这不太好收纳这个玩意变成这个车厢还收纳还方便的，实话实说，我操，好吧，这样的话这期视频可能要跟别人没办法，我们下期再见那下期可能都还不知道，最近有点忙然后这个拍视频也没什么太大负担就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玩了，我跟他发的饭赶紧拿出来拍的视频等对好吧，这样的话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大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这边。